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上一集说到，我和半斤离开瀑布之后，就来到了一处废弃的无人荒镇，两边荒废了的建筑诉说着曾经小镇的热闹，可如今却人去楼空，杂草丛生。就在满心疑惑的时候，我偶遇到了一位曾经住在这里的小镇居民。通过他的诉说，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小镇曾经的历史。我刚刚在这里遇到一个小伙子啊，他是来他的以前那个老房子那里去收拾东西的，然后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，他先往前走了，因为刚刚发生的比较突然了，我没有记录下来。然后现在他发了个定位给我，就在前边，现在去找他，主要是想问一下关于他这个小镇的情况。Let's go。最后看一眼这个无人小镇。刚刚遇见的这个帅哥啊，他说他也想做自媒体，所以我就给他上了一课，然后就不小心成为他的导师了。你好，秦大哥，谢谢你啊，邀请我过来吃饭。我不拍你的脸。就是一些粗茶淡饭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其实我也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小镇的，就是前面我们看到那个小镇它的历史。这个我就不知道，我现在才20几岁啊。那你肯定知道什么原因搬出来的嘛？那个山体滑坡啊。山体滑坡啊？对，后面这座大山啊。哦，上面这里有座大山，就会发生山体滑坡，所以就搬走了，地质灾害哈。这个我家楼下这个公司，他们就是来搞这个地质灾害。哦，就是专门治理的。对。原来如此，这是你家哈？对，我在新建。你们那个旧的房子就在上边。对，就是刚好我们做的。那搬迁的话，这是政府新盖的了？没有，这是我们自己盖的。自己盖的？政府家盖，他在那个和平那下面。哦。用上来一点。那他们不给你返回一套房子啊？有啊。哦，有返好房子。对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吃吧。哇，好热闹啊！这些都是我要家人。哦，大家好。好的，谢谢。坐着啊。那我要。遇到秦大哥，然后他就叫我过来一起吃饭。我盖子的你。我怎么看到这样的模样？请你吃吧，小伙。哇，谢谢。感谢。随便吃点，随便。太热情了，谢谢你。随便吃一吃。不要，因为我要开车，不喝酒。对，就这些菜就可以了，不要加菜。对啊，粗茶淡饭就可以了。我在外边都是这么吃的，没关系的。随便聊。我要感谢你，就是告诉我这些东西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外地来的嘛，对这也不清楚。全是煤矿。全是煤矿。对。就是因为煤矿挖了才会这个。下面是空的嘛。下面空的。然后山体又重。然后它就掉下来了。对。就造成这个地质灾害，所以要整个小镇搬迁啊。对。这房子啊。快点，叔叔给你拍照。给你拍照了。好乖呀他。小朋友好乖呀，他要给我装饭了。谢谢你啊，不用了，我吃饱了，可以了。走过去，你要是走过去的话，我们装东西那一片已经是原来的那个中学嘛。原来的中学。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嘛。就是把它铲平了，然后种树。没有，就铲平了，然后撒点草。种草。种草。那也是保持它这个水土哦。我都可以发我以前拍的那些冬天的雪景啊，这些都可以发给。留一些老家的这些东西，一转眼其实就消失了哈。对。就这儿过去嘛，就这儿过去有个岔路，你是知道的吗？这条路过去有个岔路？对，这你过去也就是40米左右，然后往那个左后方。
好了好了，那我先走了哈。好嘞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好，那我们有事就微信聊了。好的好的，有事微信聊哈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走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啊。我刚刚在秦大哥家里吃完饭了。秦大哥是我在那个无人小镇里边遇到的一个当地的人啊，他的老房子呢正在拆，然后他上去捡一些东西走。然后秦大哥走的时候呢，他还加了我的微信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他就发微信给我说，他家里人正在吃饭，让我过来跟他们一起吃个饭。然后我就过来了，因为我想着能够从他们身上了解一些关于这个无人小镇的历史，就是这个小镇为什么搬迁，以及具体的这个地质灾害是什么。这个秦大哥告诉我，就是因为他们小镇呢是一个资源型的小镇，这个小镇底下全都是煤矿，然后经过了多年的这个采矿吧，就把地底下全部都挖空了。因为把地底下的这些煤矿都挖空了之后呢，就导致这个地质灾害频发。然后旁边呢有一座山叫做马中岭山，这座山呢就经常性的发生一些泥石流和塌方。所以说为了这些村民的安全，为了城镇居民的安全呢，这个政府就把所有的居民都迁到了河坝下边去了。建了一个新村，叫做友谊村，就在这里，距离7、8公里的地方吧。这个是秦大哥跟我说的。当然了，这个政府呢也是给每个人都建了新的房子，只是他们这个房子呢是17年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所有的居民就往外迁了。刚刚秦大哥还跟我说啊，在前面呢就是我之前去瀑布的那个方向，那里有一个地方是看得到整个塌方的落石把这个老路都给掩埋的，那里还有一条路，但是已经被所有的落石就覆盖住了，我可以去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就把车往前开去那个地方去看一下。秦大哥说的应该就是这条路了，这里就是去他们以前中岭镇，就是那个废弃小镇的地方。哇，确实是看到了，前面山上全是落石塌方。他说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小镇为什么要搬走了，因为地质灾害十分的严重。看到了，就在前面。秦大哥跟我说，在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他们整个小镇为什么要搬走了。你看背后的这座大山，这个山上很多很多的这个落石全部掉下来了，塌方下来了。哇！我刚刚航拍了一下这个落石啊，确实是很严重，就是很多很多巨大的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，而且山的前面就是那个城镇嘛，所以说把居民撤离出去还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的，因为这边确实看得出来这个地质灾害会比较严重一点。这个地方好荒啊，感觉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现在在路边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啊，这个阴影呢刚好能挡住一半我的车，我在车里工作就不晒了。先把视频剪了，然后再继续出发。半径刚刚溜了一下半径，现在把半径拴在这个门口这里，把它的绳子弄得很长。嘿嘿，半径就在这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啊，吹风。我是12点半到这里的，现在已经下午6点钟了。这5个半小时呢，我是已经把视频给剪好了，然后上传完了，刚刚发了出去。这边还有餐馆什么的。现在找到一个废弃的驾校，他们门前呢这里刚好有一片空地，然后就把车停在了这里。你看天上的乌云，
我就是把车停在这个国道旁的小坝子里边，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了。感觉那片乌云要带来一场暴雨了，我都感觉到这个风带着这个小小的雨滴飘下来了。赶紧先溜一下半径。